时隔半年多 ，vivo 的旗舰手机跟三星的旗舰手机又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对比了。主要是因为 vivo 在不到1年的时间中又更新了它的旗舰影像手机。作为手机，总要拿出来用，拿出来看嘛。那么各位觉得这两台手机哪台在你们心目中更好看呢？你们更喜欢哪台呢？如果你们喜欢 vivo 的外观，打1；喜欢三星的外观，打2。vivo X70 Pro Plus X 系列的旗舰产品。不过今年呢 ，vivo 推出了2款 X 系列的旗舰产品 ，X60 Pro Plus 和现在换代的 X70 Pro Plus。当时呢 ，X60 Pro Plus 就跟三星 S21 Ultra 进行对比，你们还记得它那放荡不羁的边角画质吗？当然了，这是大光圈带来的特点。那么现在呢，它既然换代了，那么我们依然用 S21 Ultra 来进行对比，看看 X70 Pro Plus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有没有什么进步。上一代产品呢就跟它对比，所以今天还是用这台手机跟新产品对比，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当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实在没有钱换手机。对，但是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会在开头拍摄一些精选样片，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鼓励大家像我们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好看的照片。刚刚的这些精选样片呢，就是用这2台手机拍摄，并且用它们内置的滤镜来编辑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多去外面走一走，拍好看的照片。欢迎收看 ZPH， 我是道武，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期待这期节目，期待这2台手机的对比结果，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讲讲。三星 S21 Ultra 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对它的后摄系统应该很熟悉了。主摄超广角3倍、10倍4颗镜头，没有凑数，没有辅助。后面我们简称三星 S21 Ultra 为三星。vivo X70 Pro Plus 后摄也是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2倍跟5倍，没有凑数，也没有辅助。后面我们简称它为 vivo。还记得上期我们说这台手机的2倍镜头调用的问题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好好说说这个问题。伸出一根手指头挡在手机的主摄前面，这个时候切换2倍镜头，注意啊，切换的时候不要告诉手指头要突然切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指头只是变大了，但是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那说明它并没有调用2倍镜头，还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换一个场景继续试验，结果也是一样的，你只会发现手指头变大了，但是没有发生位移。但是这就完了吗？并不是。实验的时候先用手机对准无限远，然后用手指头偷偷的接近手机主摄，不要告诉手机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切换2倍镜头，手指头的位置变化了。没错，它确实调用了2倍镜头。那只要有一次调用2倍镜头了，那么就说明上期我们说错了。前2次的测试镜头没有发生变化，也许是手机正在拍摄近景。如果拍摄远景的话，那么是会调用2倍镜头的。镜头调用的问题弄错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看照片信息的时候，真想不到这台手机会随意的修改照片信息。当用2倍镜头拍摄人像的时候，默认是 2.0 光圈，但是调整背景虚化的时候，它居然会改变照片的 EXIF 信息，这点简直是，因为这里记录的是纯物理参数，不应随意修改。这方面呢 ，vivo 应该学一下所谓的大厂，比如说苹果还有三星。他们的人像照片都可以随意的修改背景虚化效果，但是照片信息中，也就是 EXIF 信息，他们绝对不会随意修改。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明灯，就是索尼。
它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信息非常全，而且官网的信息也非常全，这方面没有人比它做得更好，这才叫大厂范儿。在对比他们每颗镜头的光学素质之前，再批评一下三星。熟悉我们的朋友看到这儿应该知道了，没错，流光快门。vivo 管这个功能叫时光快门，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模拟减光镜的长曝光效果。这个功能很多手机都已经有了，三星到现在都没有，我们应该已经批评它快1年了吧。这个功能非常好啊，三星真的太缺心眼了。下面咱们聊聊两台手机的主摄。手机的感光器参数都很不错，感光器都很大，区别呢是原生像素不同，但是默认输出的像素是差不多的。光圈 vivo 的很大 1.57， 但是这是属于 1.6 的光圈啊。大光圈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边角画质难以把控，好处是进光量好。那么夜景的时候再说它的进光量。两台主摄在成像风格上比较接近，就是色彩上比较接近。vivo 这边的曝光可能时间短一些，所以色彩比较浓郁。三星那边的曝光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吧，应该，所以色彩有点发白。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不错，锐化程度也相当。边角画质方面，对 vivo 的考验就来了，谁让它的光圈大呢？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确实是大光圈的 vivo 越靠近边角画质越不行。换下一组样片，这回两台主摄在色彩上都够浓郁的了。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vivo 的怎么虚了？那行，排除我手抖的原因，咱们再换下一组。这组的照片跟上组一样，两台手机主摄的色彩都很不错啊，而且都很一致。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三星的解析力更丰富一些 ，vivo 那边还原出来的细节比较少其实大光圈的中心画质也是容易肉的，不过毕竟是定焦头，这点还好说主要是边角画质。这回放大左上角，依然是 vivo 的边角画质没有三星的好，而且是越靠近边角越不好。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 ，vivo 的是5000万像素，三星是1亿像素。在解析力方面，只要一放大就能看出来，三星的细节明显比 vivo 强。抗眩光方面，两台主摄都有眩光，但是 vivo 控制的更好看来它蔡司的 logo 没有白加。再看超广角镜头 ，X70 Pro Plus 的感光器更大，原生像素更高，而且它的等效焦距并不是它自己标注的14毫米。我跟三星详细的比了一下，它们两个的视角几乎相等。上样片，两台超广角拍摄出来的色彩我都很喜欢，很浓郁，但好像不是同时拍的，天上少了一片小云彩，但是无所谓。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上乘。边角画质方面，先看右上角的表现。粗一看vivo 的紫边比较重，好像它不行。但是你仔细看 ，vivo 的细节比三星的多。换下一组样片，猛的一看还以为是同一台手机拍的呢，那效果真的很相似。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手机的表现依旧很上乘，很接近，锐化程度也很相当。这回放大左上角看看边角画质的表现，这回没有紫边的干扰了，可以看出来 vivo 的画质比三星的强。X70 Pro Plus 的超广角是有高清模式的，4800万像素，三星的超广角就没有高清模式了。放大中心一看这细节就是 vivo 的更好因为人家是高清模式嘛。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支持微距拍摄成像效果上都不错，但是最近对焦距离上三星的表现更突出一些。两台手机的长焦也可以拍摄微距，接近物体拍就行了，你甭管哪个镜头拍。最近对焦距离上也是三星的表现更好，但是两台手机的画面都有涂抹感。中
中长焦镜头咱们就一块说了，先看中焦 ，vivo 这边的像素更高，光圈更大啊。厂家说它是 1.6， 那行，那就是 1.6。虽然说上期我标 2.0， 不过以后 vivo 标的参数我可能都会存疑，不过无所谓，反正改变不了后面的成像表现。还有一个区别 ，vivo 的中焦是2倍，三星是3倍。长焦这块 ，vivo 是5倍，三星是10倍。感光器三星更大，像素三星更高，光圈三星更小啊，焦段三星更长。先看中长焦镜头的对焦性能，现在是 vivo 的2倍镜头，当时离被摄物体有1米多一点左右吧。虽然说这个距离我不知道 vivo 是主摄还是2倍，那就当它是2倍镜头拍的，可以看出来它的对焦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三星的中长焦镜头性能里最棒的就是对焦性能，现在是3倍镜头的表现啊，非常令人放心。vivo 的5倍对焦性能上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拍摄近处的时候，它会切换镜头，切换到主摄或者2倍来拍。当时离被摄物体1.5米以上的距离，这颗长焦镜头的对焦性能不是很好。三星的10倍镜头对焦能力非常强悍啊，这颗镜头你可以不信任它任何地方，但是对焦一定会让你放心。OK， 上样片，先看2倍的表现 ，vivo 这边的2倍疑似是光学镜头，三星这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vivo 的解析力强于三星。从解析力上一分析 ，vivo 那边就是调用的2倍光学镜头拍摄的啊，所以说上期那个人说错了，不要信他，信我的。再看3倍焦段的对比 ，vivo 这边3倍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三星是光学镜头。从这张样片左上角树叶部分 ，vivo 的表现不太好，就是亮部细节它已经丢失了。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哎呦 ，vivo 的解析力还真棒啊！难道它是混合变焦啊？中心画质是5倍镜头拍的，那咱们放大边角看看，边角画质方面 ，vivo 也不输三星，那说明它不是混合变焦，它就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依仗着高像素和优秀的光学素质来跟三星的3倍光学镜头升扛。再换一组3倍的样片。还记得刚才那一组左上角高光部分的树叶 ，vivo 都已经消失了吧？那么在这一组的表现上依然如此。从这一点上说 ，vivo 的3倍表现没有三星的好。下面再看5倍镜头的表现，5倍 vivo 这边就是光学镜头了，它是800万像素，三星是3倍1000万像素的数码变焦。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哎，这回反过来了，三星的解析力并不输光学镜头的 vivo。那三星是不是混合变焦呢？放大边缘就能看出来，边角画质三星依然不输 vivo， 看来它也不是混合变焦，也是用优秀的光学素质加高像素升扛。到了10倍镜头 ，vivo 是5倍的数码变焦，三星是10倍的光学镜头。我估计大家都应该知道结果了啊，毕竟参数差的比较多。中心细节方面，三星的10倍光学镜头优势非常明显。vivo 跟三星的前置部分呢都有拍照模式和人像模式两种。拍照模式就是原相机模式嘛，两台手机的原相机展现出来的皮肤质感还都挺不错的，就很适合不习惯美颜的直男朋友们。那 vivo 的人像模式里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首先在风格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颜滤镜都很好看，而且呢还可以调节强度。美颜有8种美颜效果，点开瘦脸还分正面跟侧面，就特别细致，还可以补妆，教你摆拍照的姿势，就特别实用。那三星的美颜功能相对就没有那么多选项，只有4个，小小调节一下，基本就也还够用吧。但背景虚化效果呢，还是三星的体验感更好一点，它虚化的边缘很整齐，而且在相册里还可以调节效果。vivo 这边说实话，我特意切换了3种背景虚化的强度，但我怎么在照片里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觉得呢？下面看人像模式的表现。上回说 vivo 在这个场景下照片颜色有点发白，三星在这个场景下也是。不过从肤色上看，从整体色彩上看，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出色一些，这点没人反对吧？看来 vivo 在人像方面的表现更出色。下面我们看成像宽容度的表现，
先看主摄的表现，乍一看三星的暗部细节展现的比较好，但是 vivo 那边该有的也都有。暗部细节上，三星的噪点比 vivo 多但是三星的细节保留的还是很丰富的。亮部细节方面，就是左边的树梢，三星的表现强于 vivo。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三星稍微多一些，亮部细节也是它稍微好一些。再换一组样片，主摄的表现上，三星的暗部细节看起来多一些，但是噪点也多一些。从总体表现上看，包括色彩，我还是更喜欢三星的主摄表现。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样，暗部细节三星的多一些这个暗部细节可能比较小，放大看的话能明显的看出来。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依旧是三星的暗部细节更丰富。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细节三星更丰富，天三星更蓝。再换一个场景，蓝天下阴影中的阴影三星的暗部细节表现依然是更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下面看夜景拍摄的表现。vivo 这台手机的自动夜景是关闭不了的，上期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在城市照明环境下，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都很优秀。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也比较接近，水平相当。再换一组稍微暗了一点的场景，主摄的表现 vivo 的暗部细节更丰富一些。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对比比主摄接近了一些，但依然是 vivo 的暗部细节多一些。亮度继续降低，主摄的表现 vivo 的细节更多毕竟它有自动夜景的加持。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下面这个场景女流氓小象，手机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上期已经仔细的聊过了 vivo 的自动夜景是没有夜景模式好的，那么这期我们就省事儿了，直接都用夜景模式对比。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都很优秀，都很接近，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细节都在同一个水平。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不分胜负。现在是贼暗的祖传神树场景， vivo 的表现比较出色，草花的颜色分界比较清晰，但是树的颜色不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 vivo 明显强于三星。下面就是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啦， vivo 的表现跟三星比的话是只强不弱，只不过树的颜色还是不对。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 vivo 虽然说不好，但是也比三星强。下面看看日常录像的防抖表现，我们用的都是默认设置。上期已经讲过了， vivo 有很多的防抖选项，级别越高对光线的要求就越高。现在是主摄白天的默认设置下的防抖表现，两台手机都不错。超广角的默认防抖表现上 vivo 的表现确实更稳一些虽然三星的也不错，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 vivo 的更稳。2倍录像的表现 vivo 这边的色彩更浓郁一些，但是它的防抖稍微有一点点闪，非常小的小果冻效应，三星那边表现的还好。3倍的录像表现 vivo 的色彩还是那么艳丽，但是跟2倍一样有点发蓝，在抖动上就是小闪动上，三星比2倍的多了一些，也就是跟 vivo 差不多。5倍录像上两台手机都不闪了，都是正常的晃动。清晰度上 vivo 更清晰一些毕竟它是光学镜头。10倍镜头就是三星的天下了，是吧？它毕竟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那么在清晰度解析力上都是它更好。防抖方面两台手机表现的都不错。现在是主摄的夜晚走路防抖表现， vivo 那边看着更稳，但是果冻效应比较大。三星这边虽然果冻效应小点，但是更晃悠，而且眩光更大。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明显是 vivo 的更好。女流氓小象最暗的录像场景 vivo 的表现比较出色非常清晰，防抖也比较好，这也许就是大光圈的优势。三星那边看着整体更亮，但是防抖清晰度没有 vivo 的好。相同场景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没戏了。工业设计方面，前面大家都已经投过票了，这里我说一下我的喜好。我更喜欢三星的后摄工业设计， vivo 那边有点抖机灵，三星这边瞅的比较真实。屏幕显示色彩使用舒服程度肯定是三星的更好，而且指纹位置也是三星的更合适。两台手机的重量、厚度、握持手感都比较接近，这里没有必要分出一个谁高谁低，反正都差不多。但是后摄的凸起高度还是 vivo 控制的更好。两台手机拿在手里仔细看的话，装配工艺、做工还是三星的更优秀一些。而且上期我们已经说过了， vivo 的后摄有一圈金属包边，这圈包边呢和玻璃中间是有缝隙的，容易积尘土，这点做的不是很考究。OK， 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下面我们赶紧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白天主摄上的表现 S21 Ultra 更优秀，主要是边角画质和高像素模式带来的优势。超
超广角的表现上 ，X70 Pro Plus 的表现更优秀，这点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是它的表现更出色。中焦 X70 Pro Plus 更优秀，长焦 S21 Ultra 更出色。但要说到对焦能力的话，还是 S21 Ultra 的道行更深。宽容度的表现上 ，S21 Ultra 更优秀，人像的表现 X70 Pro Plus 更出色。夜景的表现上，综合各镜头各场景的表现 ，X70 Pro Plus 更优秀。虽然它有我讨厌的自动夜景，但是主要它的超广角夜景表现更出色。主摄上这两台手机倒是不分伯仲。录像上的表现，默认设置下，综合各环节的平均表现 ，X70 Pro Plus 更优秀。虽然我们也发现这台手机在打开地平线、防抖等高级防抖时发热会比较明显，很多人还说这个时候录像会卡。但是我们说的是默认设置下的表现，是大多数人会用、大多数软件会调用的默认设置下的录像表现。OK， 又到结尾啦，我们又出来啦！我们出来还能干嘛吗？当然是提醒我的小宝贝们，记得点赞呀，加关注哦。下期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